礼服勒得很紧，但比这更紧的是这座院子。联姻文书准备好了，今晚签字，你还能体面出嫁。你要是不签，明天就把你送出围墙，为外头那些畜生。10年了，这一个字比什么盟约都重。还惦记那姓陆的死鬼呢？10年前陆家就被灭门了，那小崽子怕是连骨头渣都被荒野上的风吹散了。醒醒吧，这废土上死人最不值钱。他没死，他会回来杀光你们。疯子，今晚不签，我打断你的腿送上花轿。吵死了！这种杂碎也敢挡路？老头儿，城主，我把你带回去。臭小子，别费劲了，我这肺早就烂透了。昨晚的夜袭藏了一晚上，没让你看见。拿着。你6个师姐当年被我分散安放到各个幸存区里，有的在做生意，有的在当军医，有的钻进了情报网和军火堆里。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条命脉，拼起来够撑住一座城。把他们找回来，别让归墟阁的火种断在这一带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这次远征不是为了探路，我发现了京城五宝在地下矿区搞的东西，很脏很大，比你想的严重的多。谁？回京城找你师姐们，他们会告诉你。渊儿，你记住，谁在拿大家都不容易逼你送命，你就让他先死。6个师姐一一找回。下一个，快点！辐射指数偏高，你从哪儿来的？第4层，捡废铁的。进去吧，别惹事儿。找个活干，替你看摊儿，管1顿饭就行。不是普通捡废铁的吧？是捡废铁的，手上的茧是摔跤摔出来的。行，明天开始，棚子后头有个窝，能睡人。一个一个来。10年，我从没让这个字消失过。你要是还活着，就快回来。再不回来，我就真撑不住了。10年了，这地方变了不少，大了3倍，也脏了3倍。听说了吗？五宝又在抢地下水了。抢什么水？咱外城的配比站上个月就开始拆沙子了，一壶净水换3天口粮，谁喝得起？人家那城不一样，议会那帮人天天喝过滤水，顿顿有肉。五宝抢水，上回老赵骂了句议会管嘴，第2天就被安成人当牛马，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各位，仁善会今天来给大家发物资，但是数量有限，我们优先照顾老人和孩子，年轻力壮的能让一让就让一让。发50份物资，养300人的好名声，枪别在腰上，善人当在台上。兄弟，新来的，有困难可以找仁善会，我们不收费用，只要你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帮忙就行。帮什么忙？比如城墙缺人修，比如外头有兽要清，年轻人嘛，出点力是应该的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京城最大的善人，发的东西是从议会配给站结出来的，发完了人情记你头上，等哪天城墙告急，就把你往外推。去年冬天，他帮忙送了40个年轻人上城墙修缺口，回来的不到一半。议会不管？议会跟他穿一条裤子，他在外头发善名，议会在里头省粮食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外城人就这么被耍着玩。一条链子，2头吃人。议会的配赈济粮从黑市出来，好一条线。旧债无题。老莫，京城现在谁说了算？你这问题问100个人能得100个答案。明面上是五宝联合议会，说是民主公管，实际上嘛，谁家最横的是韩家韩进川，黑风堡的。陆家呢？你问陆家，陆家10年前就没了，
宝被拆了，库被分了，人被散了。现在议会里坐着陆廷岳，说是陆家代表，其实就是给五宝当狗的。他自己吃得饱，陆家就不全扔在外城喝西垒风。陆家那个少主呢？10年前被赶出去的那个，死了吧？辐射荒野第7层，能活10年的不是人，是怪物。旧债务题，那就一笔一笔亲自算。大师姐沈清慈，北仓贸易区，先找到他。没有人知道，京城已经回来了一头狼。就是他。婶子，我想洗件衣服，多少钱？2份口粮券1件，自己搓。你这手握惯了刀吧？握惯了铁棍，在外头捡废铁的。婶子，你在外城住多久了？10来年了。原来在内城帮人做饭洗衣，后来内城涨价，住不起了，就搬出来了。10年前的事还记得吗？什么事儿？陆世宝的事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我刚来京城，听人说陆家以前挺厉害的。陆世宝是京城最大的堡垒，物资最多，人最齐，城墙最高。后来出了事儿，说是少堡主犯了什么大错，被议会当了房主，扔到荒之外头去了，人也散了。那个少堡主真犯了大错？犯什么错？一个16、17岁的孩子能犯什么错？说白了就是其他堡垒眼红陆家的库，议会里那些人又想吃陆家的肉，找了个由头把少堡主赶走，然后名正言顺分家产。那孩子被推出城门的那天，我亲眼看见了。议会的人站一排，说什么牺牲一个保全大家，好听得很。可那个孩子的脸我到现在都记得，他没哭，就那么看着所有人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自己走进了荒野。那个苏家的姑娘呢？听说她跟少堡主有婚约。你到底是谁？问这些干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，10年前那些事，到底还有没有人记得？这个东西，我替他藏了10年，10年。当年少堡主被放逐之后，五堡议会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跟陆家有关的人划清奸线，婚约、契约、合同全部撕毁作废。苏家那些人跑得最快，连夜就把婚书烧了。只有苏家那姑娘苏明堂，她把自己那份婚契撕下一半藏了起来，后来被她家人发现了，打了一顿，逼她交出来，她死活不交。最后没办法，趁家里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把这半张纸托人递到了我手上，让我替她藏着。她说只要这张纸还在，她跟陆家那个孩子的约就还没断。这10年，苏家拿他当筹码，今天要卖给这家，明天要交为那家，他硬扛到现在，就是因为知道这张纸还在。10年，他一直在等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不好，苏家最近又在逼他，这回是嫁给黑风堡那边的人，说是联姻换矿权。那姑娘撑了10年了，这回怕是真撑不住了。这张纸我拿走了。你拿走干什么？你到底……替他收着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安全。7天，来得及。回来了，脸色不好看啊。老莫，北仓贸易区怎么走？你去北仓干什么？那地方不是你这种拾荒者能进的。北仓是京城最大的物资通行地，没证的人去了，要么被扣起来当苦力。我有东西要找人。找谁？那是什么？铜的。一个旧东西，找到对的人就用得上。北仓，从外城东门出去，走货运通道，大概2个小时。但我劝你别白天去，北仓的主人眼睛尖得很，什么人能进，什么人不能进，他门儿清。北仓真正说了算的是一个女人，姓什么没人知道，大家都叫她北仓大小姐，挺年轻的，挺漂亮的，脾气也挺大的。去年有个魏家的人想强征她的货，第2天那人的手就断了，没人知道怎么断的。大师姐的脾气10年了一点没变。7天，够了。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不签，我亲自按你的手印儿。在周婶那里，还在的，还在的。他不知道那张纸
已经在另一个人的胸口了，而那个人离他只有几条街的距离。各位邻居，大家辛苦了。今天我代表议会来看望大家，带了一些物资，不多，但是我们的心意。京城是我们共同的家，议会一直在想办法让每个人都过得好一点。好熟悉的嘴脸。陆渊少堡主，我们都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为了京城所有人的安全，为了五堡之间的和平，我们需要你做一个牺牲。一个人的离开，换来整座城的安宁，这不是惩罚，是你的荣耀。增加供给，上个月说的也是增加，到现在1粒米都没多。我理解大家的急切，但资源有限，我们需要一步步来，大家再忍一忍。开火，拦住他！不要乱，不要跑，年轻力壮的站出来！你们有义务保护老弱妇弱，这个时候不该想着自己逃命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兄弟，前面需要人手，你是仁善会登记过的志愿者，这时候该你上了。我连枪都没有，拿什么上？有手有脚就够了，去前面拦住他，给守卫争取时间。你不去，后面的老人孩子怎么办？完了完了，这东西怎么进城了？守卫都是吃干饭的。拦住他！有人上前去拦住他！你干什么？一拳？那是谁？哪个摊子的？那头假兽步枪都打不穿啊！他是觉醒者，什么时候外营有这种人了？兄弟，好样的！你帮了全极行几百条人命，这种时候就该有你这样的勇士站出来。仁善会代表大家谢谢你，你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我说。刚才兽冲过来的时候，你推了一个人出去。那是大家互相帮忙嘛，年轻人该有担当。你自己呢？你多大了？你往哪儿跑了？对啊，你把我推出去，你自己转头就往后跑了。你不要乱说，我是去组织后方撤离。你腰上别着枪，有枪不上，推没枪的人上。组织撤离不在前面组织，往人堆最深处挤。这种善人，我在荒野见多了，最后都被人拿石头砸死了。谢谢你，你很勇敢。议会会记住今天你的贡献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推荐你加入城防队，待遇比拾荒好很多。不用。你别急着拒绝，外城条件差，你一个人生活不容易，议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你刚才在车顶上喊什么来着？年轻力壮的站出来，你们有义务保护老弱妇孀。守卫都被撞飞了，
你让手无寸铁的人去拦，你自己站在车顶上。顾代表，你那些话挺好听的，下次说之前，你先从车上跳下来，自己站到兽面前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在鼓励大家，毕竟我不是战斗人员。你不是战斗人员，你只负责鼓励别人去死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得罪的可不是小人物，他不配叫大人物。顾庆思背后是整个议会的民生公约数，吴宝有一半的资源调配权在他手里，你惹了他，以后在外城的日子不好过。我不打算一直待在外城。你还想去内城？北仓贸易区，大师姐，今晚就去。酋长，外城废铁集市出了个人，一拳打碎了装甲兽的头，觉醒者，等级不低，看不出来，穿着拾荒者的衣服，没有登记信息。明白，我会继续盯着，查清楚他是谁。京城不需要来路不明的觉醒者。听说废铁市场来了头假兽，一个拾荒者一拳打死了。吹牛吧，假兽那东西步枪都打不穿。真的，好多人看见了，那个拾荒者一拳就把兽头砸碎了。货运通道白天乱，夜里反而是最安全的路。通行证没有，没证就回去。北仓不接待闲人。把这个给你们老板看。什么破烂，拿走拿走，别在这捣乱。你不认识没关系，你们老板认识。头，外面有个拾荒者没证，拿了个铜牌子，说让大小姐看。什么铜牌子？刻着2个字儿，归什么？开门，直接带上来。北仓，京城6成流通物资从这里过，谁控了这里，就掐住了半座城的脖子。把东西放桌上。师傅呢？什么时候的事？3天前，荒野第7层，最后一次远征。怎么死的？前一天夜里被偷袭，伤了，藏了一晚没告诉我。第2天引开了追上来的假兽群，断后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没救了。谁干的？不知道。师傅临死前说，他这次远征不是探路，是发现了京城五宝在地下搞的东西。他还没来得及带证据出来，就被人盯上了。五宝在地下搞什么？师傅没来得及说，他让我回京城找你们，说你们会告诉我。师傅让你回来，不只是为了查这件事。他让我把6个师姐都找回来，说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条命脉，拼起来够撑住一座城。10年了，你变了不少。你也是。我变漂亮了，你变有钱了。行，说正事。师傅可能就是因为摸清了才死的。所以你回来不只是为了找我们？找你们是第1步，算旧账是第2步，查清师傅的死因是第3步。旧账？你打算跟谁算？10年前把我推出去的所有人。陆廷岳5大堡垒议会的顾青爷，你这是要跟整座京城翻脸？不是翻脸，是讨债。你回来的时机不算差。京城现在正在抢3样东西：粮、枪、水。粮现大部分过我手里，我能控6成，但五宝一直在找机会架哭我。枪现在魏家手里，魏将军坊是京城最大的武器来源，谁控了它，谁就有牙齿。水线最复杂，地下进水层是整座京城的命根子。现在裴家名义上管着，但实际上五宝都在往里伸手。最近五宝在争一块新发现的能源矿脉，就在进水层下面。表面上说是为了发电，实际上我也没完全摸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五宝的粮食流通数据、黑市交易记录、议会配给的真实去向。
师父当年让我在北仓扎根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用得上这些东西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的线归你调。大师姐，谢谢。少来这套，你以前从来不说谢谢。以前不懂，荒野待了10年，知道什么值钱了。这孩子真的回来了。其他几个师姐的情况我知道一些。叶琛在毒物诊点，白叶罗钻进了情报暗线，霍红霄被魏家困在军房里，宁哲雪和宋婉游的情况不太确定。你打算怎么找？一个一个来，先稳住外城的落脚点，再一条线一条线往回收。你现在住哪儿？废铁集上，替一个瞎眼老头看摊。陆氏堡的少主替人看摊，拾荒者的可好用，没人会盯一条野。行，需要钱人物资跟我说，北仓的账上不差这些。暂时不用，动静太大被盯上。还有一件事，说苏家要把它卖给黑风堡联姻，7天后。苏明堂，那个没撕婚约的丫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她等了10年，我不会让她嫁给别人。师弟长大了。帮我查一下苏家联姻宴的具体安排，嘉宾名单、场地、安保级别全部要，7天后要用。各位京城居民，最近外城物资紧张，净水波动，受灾频发，议会已经召开紧急会议，为了保证更多人能活下去，我们决定推出全民共享临时法案。还是那一套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私人储储、大笼药材、净水储备、军用口粮都要在议会备案，统一调配。请大家相信，义部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愿意为京城大局出力的人。啥意思？我们自己攒那点口粮也要交？根据新法案，所有私人存储的药品、器械及能量核心将由议会统一调配。放屁！我家攒了半年的药，说收就收，统一调配，说白了就是抢呗。先把话说得好听，再把刀捅进人肚子里。共享，这帮家伙是真不要脸了！外城人自己攒口粮是为了保命，他们一句统一调配就想全收走。听说了吗？这提案就是顾青瓷提的。他说现在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，大家要讲牺牲精神。有能力的人更应该主动承担责任，强者让一点，大家才能一起活。你笑什么？笑他胆子真大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知道，真正有能力的人还没开始跟他算账。顾青瓷的共享提案，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他想抢的不只是外城那点口粮，他真正盯的是北仓。这是议会早上刚发下来的备案通知，要求北仓在3天内上报全部库存明细。上报完了，下一步就是接管。他胃口不小。顾青瓷只是嘴，他背后站的是韩彦川。韩家最近在抢地下水和能源矿，正缺现成的粮和药压局，你想怎么打？他嘴上说大家都得让，手上却在给自己人开小灶。这不是新鲜事。新鲜不新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让全城都看见。你想掀他底裤？不，我想让他自己脱下来。行，我喜欢你这个说法。这几个特护对象都是顾青瓷自己批的？对，他自己签字，没人拦。那他家里呢？也在名单里，不过他做得很巧，名字挂的是老年病患特殊照护和长期治疗观察对象。把他家属那几条特工线、净水管线、药品名录全给我，越细越好。明白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？不急，让他先把戏唱大一点。那个拾荒者查出来没有？还没有，他像是突然冒出来的，登记信息是假的，外城没人知道底细。一拳打碎装甲兽，不可能是无名之辈。继续盯。是。共享提案，外城反应怎么样？骂的人很多，黑市和拾荒者最激动。骂就骂吧，等真正缺粮的时候，他们会跪着求议会接管。人就是这样，不饿到头，不知道谁手里有饭碗。明天开始，先查北仓。沈清慈手里的货太多了，不掐住他，后面的局不好做。他不好动，北仓商会背后站的人多，不好动也得动。我说过，京城现在不是讲个人利益的时候，谁手里捏着太多资源，谁就该让，让一点，才能活更多人。这个道理，他们早晚会懂。他说的像真的信了。顾青瓷明天要派人来查北仓，
让他查。你不拦？拦了，他就说我们心虚。让他查，他才会查到自己想看见的东西。你有安排了？让他查到这些，他不是最喜欢当着镜头发善心吗？那就让他把这些垃圾当宝贝收走。行，顾青瓷不是喜欢装善人吗？这回我给他备个大礼。顾青瓷，10年前你逼我去死，10年后，你还想用一样的嘴脸逼别人送命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7天，还有7天。今天这场，我早就知道会来。黑风堡那边已经把话放出来了，7天后订蒙宴，韩家二公子亲自来接人。明堂，这门婚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现在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。苏家现在日子不好过，矿权要谈，护卫要养，议会那边也得打点。你一个人换一整个苏家喘口气，不亏。所以你们是打算把我卖了？说话别这么难听。什么要卖？这是联姻，是为了家族。把我送去换矿权，换资源，换保护，不叫卖，叫什么？明堂，别不懂事。苏家养你这么多年，不是让你关键时候只顾自己的。养我？你们养的是一件货，不是一个人。10年前陆家出事，你们逼我撕婚书，我没死。你们罚我跪祠堂3天，断了我半个月的饭。这10年，你们让我学礼仪，学算账，学怎么陪笑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好卖个价？现在跟我说养？你闭嘴！我不嫁。你敢？这事儿轮不到你说不。苏明堂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也不是在跟你们求情。小姐，得罪了。今天出不去，但我还有别的牌。你们要是敢按着我的手签字，我就在订盟宴上当众撞死。他们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。还有7天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真得自己动手了。明堂，别闹脾气了，大伯母也是为你好。黑风堡再怎么说也是大堡垒，韩家二公子有身份有地位，你嫁过去不会吃亏。你要真觉得他这么好，怎么不把你女儿嫁过去？你跟明月不一样，你身上还有陆家去救婚约的影子，能有人接手是你的福气。福气？韩家二公子上个月刚打死了一个小妾，这也叫福气？那也是人家家事，轮不到你挑。我不挑，我只是不去送死。苏明堂，我劝你识相。苏家现在缺韩家的矿，缺韩家的护卫，也缺韩家在议会里的那一票。你不嫁，苏家这口气就接不上。苏家接不上气，关我什么事？这些年你们吃我的穿我的，拿我去换面子的时候，可没问过我愿不愿意。现在到你们求我了，就别装得像我欠你们一样。韩家二公子韩立脾气烂，手也烂，上个月刚打死一个侍妾，黑风堡那边压下来了。苏家这次急着把苏明堂送过去，是因为韩静川答应给他们一个矿井份额，再加2队护卫。你那个未婚妻现在被关在偏院，门外有人盯，苏家怕他跑。他不会跑。你这么确定？他骨头硬，跑不是他的路。订盟宴在哪儿办？黑风堡别院，守卫不算少，魏家那边还会借2队人过去撑场子，苏家自己也会带人。宾客名单呢？韩家、苏家、议会公约署几家矿务代表，顾青瓷也会去。挺好。人齐桌才掀得响。你现在就想去？不，先让他们再高兴几天。还有6天。陆远，他们布置的越认真，这场宴越好掀。订盟宴明晚7点开始，
韩家会先到，苏家后入场。顾青迪和民生公约署的人做主桌，魏家借了2队护卫，1明1暗，暗哨在2楼和后花园。你打算怎么进去？正门。你不伪装一下？伪装干什么？明天本来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。你还没打算公开身份？不公开皇权，只公开陆渊，够。也是，先让他们知道弃子回来了，比直接亮体牌更有意思。这是韩立和苏家的黑料，韩立打死慎妾的记录，苏家这次拿联姻换矿权的暗账，还有顾青瓷要给这场宴会背书的公文。够用了。真不用我派人跟着？不用，你的人动了，动静太大，明晚我一个人去。你要是把桌子掀翻了，后面的路就没法安安先走了。我就是去掀桌子的。行，那就先想一点。别怕，我回来了。就这一句，撑了我一整夜。你今天最好别闹。昨天那张纸条，是不是有人给你的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就算陆家那个小子真没死，他现在也不过是荒野里爬回来的野狗，拿什么跟韩家斗？野狗也比你们像人。等进了韩家的门，我看你还怎么嘴硬。再等一晚。顾代表肯来，是我们韩家的面子。联姻是稳定局势的大事，我代表议会来，也是希望2家以后同心协力。只要联姻定了，共享提案就多1票。苏家那边怎么还不把人送出来？一屋子人等着呢。快了，快了，明坛女孩子家总要收拾一下。架子倒不小，进了我韩家的门，我看他还能不能这么摆谱。苏明堂进门之后过什么日子，与我无关。他说他回来了。站住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滚出去！再往前1步。你是？他真的回来了，10年，他真的回来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疯子拖出去！住手！这里是议会报案的正式联姻宴。所以呢？你现在的行为是在破坏京城秩序。秩序？拿女人换矿，拿婚约换资源，拿活人换你们几家喘口气，这也叫秩序？你根本不懂局势。现在京城资源紧张，苏韩联姻能稳定很多事。稳定谁？稳定你们这些坐桌上的。外城的人喝掺沙子的水，吃发霉的粮，你们在这摆银盘子，喝好酒，谈联姻。顾青瓷，你嘴里那点大局跟屎一样臭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捡破烂的也敢在我面前装？你就是韩立，是又怎么样？那就好，省得我打错人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碰他？你到底是谁？苏家主，10年前你见过我。陆渊，那个陆家少主，不是说他早死在荒野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回来？陆渊，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原来是你，10年了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让你失望了。陆渊，你现在回来只会让京城更乱。10年前的事，议会已经做过决定，那是特殊时期，谁都没办法。又来了，
一出事你们就说没办法，一要吃人你们就说为了大家。顾青瓷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话说得够好听，脏事就不脏了？10年前你站在审判台上亲口告诉我，一个人的离开换一座城的安宁。那我今天也送你一句：你这种人闭嘴，京城能安静不少。满厅的人都在看，我不能在这里失态。你瘦了，你也没胖，我以为你真死了。差一点。但我答应过你要回来，你回来的太晚了，以后不会了。陆渊，这是苏家的家事，你没资格插手。你拿他换矿的时候，想过他是个人吗？他是苏家的人，苏家养了他，他不是你们养的狗。你婚约早就作废了，10年前陆家完了，婚书也撕了，你凭什么还来认人？谁说撕了？这门婚从来没有断干净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苏明堂不嫁韩家，他跟我的婚还在，谁再逼他，我就先弄死谁。陆渊，你他妈敢走，韩家不会放过你。我等着，刚好我也没打算放过你们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先带你回去，然后把这座城的账一本一本翻出来。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。你每次都这样。哪样？一出现就把天掀了。先喝。你今晚带我走，苏家和韩家不会善罢甘休，顾青怡也不会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去？我回来就是来找他们算账的。10年前那个还会议会规矩拴住的少年没有了，你这10年到底怎么过的？先活下来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叙旧可以先缓缓，外头已经炸锅了。韩家刚把别院围起来封口，苏家已经在往议会送哭状，顾青瓷那边最忙，一晚上开了2次紧急会，说要抓扰乱秩序分子。小姑娘胆子不错，10年前没把婚书撕了，今晚也没当场软掉。我只是怕他真的回不来。他回来了，就不会再让你调回去。不过你今晚把桌掀得太响，后头的线得加快了。先找叶琛。我也正要说这个，外城毒物诊点这2天出了很多事儿，异物针、解毒片，一批比一批查。叶琛那边已经快压不住了。他在哪儿？西3区旧锅炉房改的诊点，外头现在一堆人排着。你现在还要出去？得去。不能天亮再去。今晚外城会死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事实。那你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陆渊，这次别太晚。等你。咳血的往左，发烧抽搐的往里送，已经打过针的别堵门。没有号的先别挤，挤也没药。你他妈开什么玩笑？老子的人一针打下去，吐得更厉害了，你还敢说药没问题？我已经说了，问题不在我这儿。你们打的那一批异物针本来就有问题。哼，放屁！真是议会配股占领的，你敢说议会发假药？敢。药有问题，你不去找发药的人，跑来砸医生的店。你脑子也有问题！小师弟，二师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师父让我回来的。师父呢？知道了，先救人，等会儿再说。毒物没压住，假药把肺和胃一起烧了，再晚一点就没气了。白文草禁服液3号针，快！叶医生，我兄弟能活不？今晚死不了，以后看命。师傅怎么死的？我就知道，最近这2个月，京城下面的脏东西越来越多，假药、假配给、黑羽样本、净水异常全挤到一起了。师傅要真摸到了矿底那点东西，不可能活着回来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先看这个，正常异物针是淡蓝色轻的，这批是脏灰色，里面掺了便宜替代液，救不了命，只能拖一会儿。
最近半个月，外城诊点收到的全是这种货。可我截下来一批送错地址的真药，顺着拍号一查，好东西全进了内城特供库。小师弟，议会发给外城的药，全是假的。日期、批次、区域、签字，每一页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看颜色，再看沉淀。这东西打进去，轻的没效果，重的直接烧废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5天前，先是2个孩子打完针后一直呕，开始我还以为是他们病得太重，后来接连来了7个人，症状一模一样，我就知道不对了。账面干干净净，药是救命药，可东西一到手就成了废物。第1道是民生公约署，第2道是配给处，第3道才到我这儿。按规矩，最后批准放行的人是顾青瓷。10年前你拿我的命讲大局，10年后你拿外城人的命换名声。叶医生，叶医生，求你看看孩子，求你了。这孩子刚打过异物针，打了。配给站的人说这是新到的救命药，他说不打孩子就活不过今晚。净肺液，针药，快拿！小子，别乱动，撑过去，撑过去。谢谢叶医生。谢我没用，你该去问给你假药的人。为什么？不是说那是议会送来的救命药吗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走不开了吧？这里每天都有人等着救命，真药少得可怜，假药倒是一箱一箱。你把消息往上报过没有？报。我前天往公约署递了一份样本分析，昨天回来的回京就一句话，请勿制造恐慌。顾青瓷压下去了。他不是第一次干这事。你知道他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？他不是那种单纯贪的人，真贪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在干脏事。他不一样，他真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儿。在他眼里，好药当然该先给内城的人，给议员家属，给能维持秩序的人，因为这些人活着，京城才能稳。外城的人死一点，乱一点，只要不闹大，都算可控损耗。这种人比明着吃人的还恶心。陆渊少堡主，你是陆家的人，更该懂牺牲。只要你出去，吴宝就不会继续追着陆家不放，京城的血可以少流很多。10年了，这本账够不够把他摁死？账够，但还差一口气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把账甩出去，他只会说是底下人经手出了问题，他自己不知情。你得抓到他明知道是假药还继续放行的实证。看见没？左边那排蓝标箱是真药，右边那排灰标箱是假的。怎么分的？蓝标进内城和议员特供区，灰标进外城。顾代表，昨天您要的特供针液都备好了，先走蓝标，外城那批灰标也照流程分下去了。灰标数量够吗？够，按您说的，再拖半个月没问题。很好，外城最近情绪不稳，给他们点针，哪怕效果差点，也够堵嘴了。可叶医生那边已经开始闹了，万一他把事捅出去，他没有证据，就算有，也只是一份样本分析。你们流程上做干净一点，他咬不到我。记住，内城不能断。议员家属、吴堡主事人、特护对象的针剂一支都不能少。外城要是真死人，就说是毒物加重。他知道，他全知道，他就是在拿外城人的命垫内城的秩序。听见了吗？现在证据够了，还不够。都亲耳听见了，还不够？够让他脏，不够让他疼。这种人不能只拆他的台，要让他在他最擅长的地方摔下来。你想怎么弄？他不是最喜欢站在高台上当着镜头发善心吗？那就让他当着全城的面，把这批假药亲手发出去。行，那这回我来配合你。台搭得很漂亮，顾青瓷一直都擅长这个。顾代表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直播也连上了。今天这场发药一播出去，外城情绪应该能压一压。那就好，只要先稳住，后面的共享协议就还有得推。叶真那边呢？不用管他，一个诊点医生翻不起风。大家别急，
议会没有忘记外城，今天这批药是我亲自从内仓协调出来的，优先发给最需要的人。只要大家齐心，京城一定能熬过去。今天不用我上台，今天让他自己演到底。那不是西三区那个抱孙子的老太太吗？听说孩子差点让假药弄死。老人家，孩子好些了吗？今天我亲自把药发到你手上。顾代表，这回是救命药吧？当然，议会发下来的药都是按标准来的。顾代表，既然是你亲自发，先验一下吧。叶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让大家放心。毕竟前几天已经有人差点被假药送走了。假药？什么假药？我就说打完针怎么更难受？叶医生，你别在这儿制造恐慌。今天是发药，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地方。他说的是实话。又是你。我也不想天天看见你，可你干的事太脏，总能撞到了我眼前。这不是那个一拳打碎假兽的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顾代表，你不是说这都是按标准来的救命药吗？那你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，给大家看看。药品不能随便暴露在外面，会影响效用。箱子都没开，顾代表怎么知道里面是好药？开啊！既然是救命药，看看怕什么？顾代表，这回不会又是假药吧？这颜色不对，可恶！我前天拿到的就是这种假药，真是假药！大家看清楚，正常异物针是淡蓝色，这个是灰的，里面有沉淀，打下去不但压不住毒物，还会伤肺。顾代表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谁动的？你自己发出来的药也能怪到别人头上？我昨天在仓里看的不是这个批次。你昨天看的是什么批次？不如当着大家说清楚。蓝标那批真药送到哪儿去了？等等，他说他看过别的批次，所以真药真有，只是没发给我们。操！拿我们的命当什么了？拦住！拦住他们！大家冷静，这件事议会一定会查。查你自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让大家看清楚，你嘴里那套为了所有人，到底是拿谁去填？你说资源有限，你说要顾大局，可你嘴里的大局是内城人鲜活，议员家属鲜活，五保走狗鲜活。外城人呢，就该拿假药糊弄，就该死得悄无声息，是吧？我没法反驳，那箱药就在所有人眼前。我孙子差点就没命了，你说你是来救我们的，你救到哪儿去了？还说什么顾大局？你先把你家里的真药拿出来！滚下去！滚上校长！滚下去！别在这儿装好人！记住就好，后面还有更多要记的。第一刀下去了，还不够。你还想怎么打？他今天只是丢脸，我要的是他以后再张嘴就没人信。那我继续查药线，他不可能只动这一批。查，把他这些年吃过的每一口脏饭都翻出来。谁让那箱回标药上台的？顾代表，按理说不该出错。我昨晚明明交代过要把蓝标那箱放在最前。按理说，我要的是结果，不是按理说。我今天不是简单丢脸，我是被人当着全城的面扯下了那层最值钱的皮。那个叶莹、丁死，还有陆渊，我要他这次回来，活不过1个月。痛快，真痛快！我活这么大，头一次看见顾青瓷那张脸挂不住。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我只是让他自己把真面目露出来。够狠！不过你这回算是彻底把他得罪死了。他本来就该死，这还只是开始。顾代表这回栽了，平时装的跟菩萨一样，结果给人发假药，真缺德。他已经开始了。
我顺着公约署这条线又往下挖了点儿。顾青瓷不是最近才开始动摇，他3年前就开始分层配给了。特户名单、老年病患名单、紧急转运名单，名头一个比一个好听。但你看名字，他大伯、他姑妈、他侄女，还有他那2个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表亲，全在特户名单里，而且待遇是最高等级，净水、针药、保暖舱、优先撤离，全配齐了。他嘴上说谁都要为大局让一让，结果他一家子从头到脚连根头发丝都没让，真够不要脸。这还不够，外城人知道他发假药会骂他，知道他给自己家留真药会恨他，但想彻底弄死他，得让内城那帮人也开始嫌他脏。你想把他从议会里也掀下去？难。顾青怡再怎么翻车，议会里还是有人护他，他替不少人做过脏事。那就让护他的人也怕。这个人现在住哪儿？内城特户区独立净水管线3班护卫。明天把他的配给线断掉。断他的，不是顾青瓷的。顾青瓷嘴硬，他家里那些废物嘴不硬。你是想让他自己人先闹起来？对，他不是喜欢讲牺牲吗？那就先让他家里人牺牲一次。行，够狠。人呢？水呢？顾女士，今天净水总线有变动，临时调整了。调整谁也不能调到我头上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青瓷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家里的线怎么断了？药也没送来。如兰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处理。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你天天在外头讲大局，现在连自己家都护不住了。我说了，我会处理。查，是谁在动特户区的线？查！我已经让人查了，但净水总阀那边说是系统波动。屁的系统波动！这是有人在故意碰我的家线。陆渊，是他在拿我家里人试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就先把他的手剁下来。高台市之后，盯着这里的人多了不少。今晚盯你的人比前几天多，左边卖烂靴子那个，街口吃面那个，还有棚躺上蹲着的那个，眼睛都在你身上。知道。你不躲？为什么躲？让他们看。你这脾气真跟10年前那位一模一样。师傅。热糖水，最后2碗。归绪阁的暗号。老莫，我去买碗糖水。大半夜的，你还喝这玩意儿？突然想喝甜的。小师弟三师姐，比小时候好看点儿，也比小时候凶多了。你还是喜欢废话。行，看来是真的，不是别人顶包。师傅呢？死了。我就知道他这趟出去不对劲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最京城下面有东西在动，也知道吴宝在清一些不该清的人。这是最近3个月失踪名单，矿务工人、净水技师、药线搬运员，还有几个旧议会文书，全是不该死但又突然没了的人，都和地下线有关。对，谁碰了地下那摊东西，谁就容易没命。师傅去荒野前让我盯这一条线，说京城早晚要出大事。我本来想再多挖一点，还把顾清修那张脸撕得这么响。现在整座城都知道你回来了，迟早的事。是迟早，但你搞这么快，很多人开始缩了。那就让他们缩到死角里，再一个个揪出来。行，
你比师傅想的还像黄泉。先说顾青瓷，他现在已经封了一半，正在查谁动了他家特护线。查得到吗？查不到我头上，但他会顺着你查。让他查。你倒是一点不急。他越急，嘴越容易漏。这是齐家情报楼这半个月的暗账，上面有一条特别有意思。归零计划，你听过了？师傅死前提过，大师姐也提过，还不清楚。全貌我也没挖全，但能确定一件事：吴宝准备把外城当筛子，先断药、断水、断口粮，再放出共享提案和人善会那套话，逼人往指定区域集中，最后再借一次大灾，死一批筛一批，留一批。他们拿京城当养蛊场，差不多。而且韩静川已经开始让齐家查你了，你的旧脸、旧身份、旧部残线，他全想翻出来。他翻？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先把自己手里的线串起来。大师姐管粮，二师姐管药，我管情报。霍红栓那边我有路子，宁哲雪那边也快。宋婉丢呢？荒越车队还没进城，但他最近在城西路口出现过，估计也快了。那就加快。你打算先动谁？顾青瓷还是韩家？顾青瓷先打废，韩家后面再慢慢撕。因为顾青瓷最喜欢替他们把脏事说得好听，我得先让这张嘴没用了。懂了，先拔喉咙，再断手脚。这是公约署会议室的，明晚顾青瓷要在那边开小会，讨论怎么把今天这波风头压下去。你要是想听实话，这回够你听。三师姐，欢迎回来。少来，师傅都没听你说过几句好话。师傅已经听不见了。那这次，我们替他把账收回来。这次比昨天早。答应你的。他回来了，没受伤，这就够了。你又找回一个人。三师姐。那就好。你不是一个人了。从你没撕婚楚那天起，就不是了。他这话说的也太……顾青瓷那边翻车之后，韩家知道风向不对，开始捂仓了。他们想趁乱抬价。不止，韩家手里压着3座中转仓，平时只放一半量进市场，剩下一半卡在手里当底牌。现在他怕外城闹大，又怕共享席案推进不下去，干脆把表面的货也压住。3天内，外城粮价还得往上窜。窜得越高越好。你真不怕外城先乱？会乱，但这笔账要先让大家看清楚，是谁在故意让他们饿。行，那我就陪韩家玩一把大的。今天开始，北仓明面上的散粮全部减半。大小姐，减半？那外面价格会炸？要的就是它炸。所有能绕过韩氏中转仓的小路，今天起全部放给黑市和小商队，加价卖，不压。谁给现钱，货就给谁。那韩家会跟着抬？让他抬，我倒要看看他仓里那点粮够他压几天。再放个消息出去，就说东线运输道上发现新兽群，3天内可能断运。这消息一放，所有人都会抢粮。对，让他们抢。小师弟，你是真坏。不是坏，是让韩家自己把自己撑死。别急了，前天1斤杂粮还2张券，今天怎么就4张了？爱买不买，后面还涨。你们这是抢钱！那你去韩家粮站买啊，你看他们开门没？盘个屁，就是不想卖。我家3天没正经吃过了，还盘？盘到老子饿死吗？让他们闹。现在放粮只会压地价，再压2天，
等市面彻底荒了，再一点一点放出去。可外头已经有人在骂韩家了，骂有什么用？他们肚子饿，最后还不是得来求我们。管事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北仓那边也减量了，而且黑市几条丝线全开了，我们压着的几批货卖不动了。什么意思？现在市面上虽然喊着缺粮，但零散货突然多了，价被咬得很乱。我们仓里大批货压着，外面散单反而被吃得快。再这么拖下去，等真有新粮进来，我们就砸手里了。沈清慈根本没跟我拼正面。韩家已经开始乱了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压在手里。粮不是金子，压久了要出事，受潮、长虫、损耗，每拖一天都在赔。再补一刀。怎么补？让黑市放话，说韩家五仓不是为了稳价，是因为粮里掺了锈货，怕一开仓就露馅儿。你这张嘴啊，真该给你开个商号。我只会拆店。这个人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。还钱！韩氏粮站丧尽天良！放粮，马上放！先把舆情压下去。放多少？先放2仓，不，3仓，把价压到比黑市低半成。可这样我们前2天抬价那一波就全白干了。你是想让仓烂在手里吗？走。突然有货了。韩家今天一口气亏了3成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带进坑里的。这只是开始。我知道，下一刀呢？军阀。总算轮到霍红孝那边了。魏家的牙，先掰掉一颗。魏家最近提了2层安保，你上次掀苏寒的桌之后，他们都怕你盯上自己。盯上是早晚的事。最里面的3号锻造车间，霍红硕应该就在那边。他这几年名义上是魏家的首席锻造师，实际上就是被关着干活。他手上有账，有图纸，也有总药，魏家不敢放他走。今晚带他出来。你进去，我在外头给你卡时间。20分钟后，东侧仓库会起一场小火，那时候护卫会乱。还行，没换太彻底。3号车间，往里走。魏家底牌。快点儿！少爷明天要验货，这批臂甲再不出行，你今晚别想睡。听见没有？装什么聋？小点声。你谁四师姐。陆渊。你小子还活着？师傅呢？懂了。那你来这儿是带我出去的？对，
晚了点儿，但不算太晚。这几年魏家让我替他们做东西，我也没白干。账我记着，图我留着，钥匙我也顺了。你要是再晚2个月，我可能自己也能炸出去。现在也不晚。走。门口肯定有人堵，要不要先狠狠干一场？随你。那就狠狠干。三师姐这火放的还挺准。你干什么？顺手废他们一条线。站住！拿这玩意儿对着我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哟，四姐，魏家这牢做的还习惯吗？挺好，饭难吃，活儿很多，刚好练脾气。行啊，小师弟，师傅没白把你丢荒野里。先走，后面再叙旧。快点！快！梁宪先说，韩家昨天被我砸了一次，今天肯定会稳家。耀县这边，顾青瓷已经开始补锅。他昨晚临时调了一批真药出来，想压住外城的怨气。情报线也动了，齐家加了3层耳目，现在满城在找谁动了军坊和特护区。军坊这边最简单，魏家昨晚丢了我，今天一定会疯。那就一起动。梁要情报，今天不分先后，让他们一口气全乱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3条线能一起出事？你们拿我当傻子骗？管事，真不是故意的。车轴那边像是被人提前动过，巡防署又突然说我们手续不全。手续昨天还全，今天就不全了。不好了，外头有商队在低价抛粮，说是北仓清库存。北仓昨天不是才减量吗？所以大家都以为今天还会涨，结果一早北仓突然放了散单，还放的比我们低1成。沈清瓷，什么人？西3区诊点的。昨晚顾代表说今天补真药，让我来接。就这点儿，西3区昨天差点死人。嫌少去找上头，别冲我们发火。狗东西，真是什么都敢做。啊！韩家今天到现在一口稳定家都没稳住，还开始赔钱甩货了。公约署今天放出来的真药，9成都进了内城和特护区，外城拿到的还不够塞牙。齐家和魏家已经开始互相甩锅了。顾青瓷那边连开了3场小会，怀疑公约署内部有鬼。魏家更惨，我昨晚顺手废了他们3号车间一条主线，今天他们连2批外骨骼都出不了。继续。还继续？今天已经够他们难受了。难受不够，我要他们怕。行，那就再加一把火。顾代表，外城的舆情是你负责的，你那边一翻车，粮价跟着乱，韩家今天亏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军坊昨晚也出事了，人丢了，线断了，你们议会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们自己守不住仓，守不住人，怪我。现在不是互咬的时候，
今天外头已经有人开始传“归零计划”4个字了。谁传的？不知道，就因为不知道才麻烦。我早说了，那个陆渊留不得。现在回来一个弃子，外城就乱成这样，再让他动下去，所有旧账都得翻出来。那就动手。怎么动？他现在外城名声正高，明着杀容易出事。那就别明着，给他安罪，扰乱粮食，篡改药配，煽动外城暴动。先把帽子扣上，再抓。给他安罪。这女人是真把自己当法了。她一直都这样。她最擅长的不是救人，是给人安排死法。那正好，她想先给我们扣帽子，我们就先把魏家的底裤扒了。要扒魏家，不用从外头扒，直接从牙上掰。说，魏将军坊最值钱的，不是锻造台，也不是护卫，是总药系统。整个军房的外骨骼、符能枪、重装闭没，最后出仓前都要过一次识别锁。总效在谁手里，谁就能让这批货动，或者直接变废铁。巧了，这东西现在在我手上。四姐，你是真没白在里头待。魏家把我当狗拴了这么多年，我总得拿点利息。你准备怎么用？明天魏冲会带一批新外骨骼出仓，去给韩家撑场子。那批货只要一过中转坪，我就能让他们全锁死。中转坪下面压着一组旧型赋能稳压器，平时没事，但一旦重装同时失控，稳验器就会过晚，到时候全场炸锅。不至于大炸，够让魏冲当众丢脸就行。那就明天。都给我看仔细点，今天这批货谁再出问题，我先拆谁。少爷放心，总药系统已经重新校过，稳压器也检查了。少爷，动不了了，解锁，快解锁！这就是魏家的新货，你们拿这种东西给韩家，关店，都他妈给我关店！魏家货不行了，新外骨骼刚出门就卡死，韩家还敢买吗？不是说霍红瑶跑了吗？没他在，魏家就是个空壳子。看见没？那孙子脸都绿了。你这算轻的，按我说，应该让他联手一起废。不急，明天还有机会。魏冲会自己来找我。为什么这么确定？他这种人，受不了别人当众笑他。哼，他会来，还会带一堆人来。那就等。查，给我查！到底是谁动的总药？是不是霍红说那个贱人？少爷，系统日志被抹了，什么都查不到。查不到你就给我去死！最近跟霍红霄接上线的，除了那个姓陆的，还有谁？暂时没别的线，但北仓、毒物诊点、废铁齐上，最近都跟他有接触。又是他！今晚叫人，我亲自去。今天集市来了3波生面孔，脚步重，腰也鼓，一看就不是来买东西的。你就不怕他们今晚真动手？等的就是他们动手。陆渊来了，你知道我会来？像你这种人，被人当众笑了，不来找回毯子，晚上睡不着。你挺会说，就是不知道等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，你还能不能这么会说？来试试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刀。这是军坊最新一批试制货，削钢跟削纸一样。那挺好。好在哪儿？碎的时候声音应该好听。你找死！不可能！就这。
一起上，弄死他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不是怪物，我是你们10年前没弄死的人。回去告诉魏家，霍红书我带走了，军坊那点破铜烂铁，我想砸就砸。再让你们的人来外城撒野，我下次捏碎的就不是刀。2根手指真的捏断了，那可是军方的刀。这人根本不是普通觉醒者。废话，普通觉醒者能把魏冲打得跟孙子一样？这事儿没完，你们最好真别玩。2根手指，你怎么不直接把他脑袋拧下来？拧下来太便宜他了，让他活着回去，效果更好。今晚过后，魏家这张脸也算丢干净了。现在外头都在传一句话：什么？黄泉回来了。这水怎么又变味儿了？昨晚我家孩子喝了一口，吐了半宿。吐算好的，我男人今早开始咳黑炭了。都别吵，今天就这一批，不要就后边排着去。这玩意儿还能叫水吗？你自己喝一口试试。安静！最近地下净水层变动，大家都克服一下。谁再闹，就取消今天的配补。左边这支外城西4区，中间这支内城2号净水线，右边那支特护区。这差的也太离谱了，这不是差，是故意分排白。地下净水层本来是一套总系统，按正常流量，外城虽然拿不到最好的水，但也不至于喝成这样。问题在这儿，3个月前这里多了一条隐藏支线，所有最干净的水先走这条支线，送内城和特护区，剩下的再回流给外城。回流的时候还混了什么？黑雨沉降物，还有矿底渗出来的杂质。矿底？净水层下面不是空的，下面压着一块能源矿膜。你确定？我亲眼看过监测数据，母矿最近一直在升温，净水层被它影响，水压和纯净度都在变。吴宝知道吗？知道一半。他们知道下面有矿，也知道有问题，但他们没把这事儿往外说。因为净水层一旦出问题，第一批先乱的就是外城，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拿外城人试法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哪条线能压住毒物，哪条线喝酒了会坏肺，哪条线掺了矿底的黑絮，他们心里清楚。真他妈不做人！你还会这个？在裴家的地方活久了，什么都得会一点。看这个，他们不是没能力稳住水，是不想稳。什么时候彻底出问题？明天下午3点，3号总阀会开一次。如果按这个表走，西4区整片供水都会混进新一轮矿底回流。那边住着4万多人，所以我才说今天必须动。裴家的人。宁哲雪，你果然在这儿！跑一个试试。行，看来我不用一个人扛了。吴师姐，欢迎回来。议长的意思很清楚，仓不能再乱，外头也不能再闹。共享提案已经受了冲击，这个时候韩家必须把粮线稳住。
怎么稳？外头都在说我们压粮卖煤货，拿外城人当狗。北仓那边又跟疯了一样，一会儿减量，一会儿放货，整个市场全让他搅乱了。所以今天开始，仓城只出不进，把外头零散货先熬死。等市面断粮，我们再一把拉回来。这样风险太大，再压2天。要是北仓继续放，议长说了，压。他真不怕死后下地狱。他这种人，活着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积德，哪会怕？这几个是昨天因为喝了脏水，打了假针进诊点的，老的、小的、咳血的都有。要上镜的话，这些名字够顾青寺喝一壶。今天下午3点，3号总阀会切，外城那边只要一出问题，顾青瓷就一定得出来表态。好，那今天就把3件事放到一块儿。怎么排？先让韩家仓成账，再让顾青瓷出面救火，最后把他的特拱线和名单一起甩出去，一次把他和韩家都捅穿。开门，把粮拿出来！你们拿着仓城当金库，外头人都快饿死了。韩家不是说自己最讲大局吗？那先把粮开出来啊！谁把消息放出去的？谁把人引来的？哦，这水不对。娘，苦。送去诊点，快送去诊点！这批水有问题。顾代表来了，问问他给我们喝的到底是不是水？他自己家喝的可不是这个。大家冷静，议会会立刻排查供水问题。他不是说大家都得让吗？他家怎么一让都不用让？外城要是真死人，就说是毒物加重。我孙子差点就让你这句话害死。你还说你是来救人的，你救谁了？他救他自己家。这录音是假的，有人在栽赃。录音你可以说是假的。那这些呢？假药流向，真药特拱，水样差异，管线分流，全在这儿。顾青瓷，你不是不知情，你是一直都知道。漂亮，顾青瓷今天算是真翻了，韩家也让人看见了。所谓仓城，不过是一肚子脏粮和一群怕死的狗。水线那边今天只是开始，母矿的问题还没真正炸出来。那就继续，还没到他跪的时候。仓城爆仓，你们公约署这边一句解释没有？顾青瓷，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那份名单和录音，韩家这一晚上损失了多少？名单和录音不是我放的，但火是从你这儿烧起来的。顾代表现在倒是会撇了，哼！前面要抢药抢水的时候，你站得最前，这会儿出事了就说不是你。议长，现在不是大家互骂的时候，你们都知道背后动刀的是谁。陆渊，他已经把药线、粮线、军房都咬出血了，再让他继续下去，旧账会被翻，
地下线也会报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我们现在大白天去外城抓人。不用抓，把门打开就行。外城现在最缺什么？粮、水、药。对，再加一个出口。从明天开始，议会宣布外城将开设临时救助缓春区，所有缺粮缺药的人都可以往内城外门集中，统一登记、统一安置、统一分流。你疯了，让他们往门口挤。不是真开门，是先把人引过去。只要人一集中，就会乱。一乱，我们就可以说是陆渊在背后煽动外城冲门。到时候不管抓他、杀他，还是清一批外城人，都有理由。谁去放风？仁善会还有几家外城市州点。好。环复区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议会体谅大家难，决定让最困难的人先进环护区，里头有集中供水、配药和临时床位。真的假的？不是又骗我们吧？顾代表亲自定的，还能有假？今天下午开始，在内城东门外先登记，先到先得。顾青瓷开始放风了，说今天下午内城东门开临时救助登记。他哪来的好心？不是好心，他是在引流。东门外那块地方空间小，外头是旧壕沟，里头是封闭闸门，人一多，前后都没退路。这是想把人挤成罐头，而且仁善会和几个市州点已经开始刻意往外传，名额有限，越早去越好。他不是想救人，他是想做一场冲门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去拆了那些市州点？来不及，消息已经放开，下午人一定会去，硬拦反而像我们不让他们活。那就看着他们往坑里跳。去。顾青思想看见的是一群失控的人，那我们就先去，盯着他把戏演到哪一步。门后有2层重盾队，3层电栅，真要是冲起来，前头一片都得倒。顾青瓷这是真想死人。到底开不开？我排了1个时辰了。孩子发烧了，先让我过去。别挤，别挤，再挤就取消今天登记。别挤，你们想把孩子压死吗？开门了，快冲！有人在故意喊。都别往前挤。是那个打假兽的人，陆渊。门后面不是床也不是药，是盾，是电闸，是想让你们冲上去送死的人。陆渊，你这是煽动群众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别碰他！是你们把我们骗来的！就是他，刚才就是他喊的。顾代表，现场失控了，陆渊把人群拦下来了，现在民怨全冲着咱们这边来了。不准开正门，谁都不准把门打开。门一旦开了，今天这局就全废了。陆渊，你接了这一局，就别想出去。孩子和老人往后走，可血的先让开，谁再乱挤，我先杀谁！兄弟们，我们没有活路了！
乱中藏人，我就看不见。你们不是说开救助区吗？现在门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不开？我孩子都烧成这样了，你们还在里头装死！门不能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要学他们拦我们活路？门后不是活路，门后是重盾、电诈、震爆队。你们现在要是冲进去，前头先死一批，后头还得被扣个暴乱的帽子。狗东西，真是拿我们当炮灰！请外城居民保持冷静，任何冲门行为都将视为暴动，请立即后退。放你娘的屁！是你们先把我们骗来的！门不开，药不给，水还是脏的，现在还说我们暴动！我知道大家难，今天的门不开，不是因为议会不管，而是因为里面还没准备好。如果现在贸然开门，出了踩踏，受伤的还是你们。请大家相信议会，先回去，明天我们会给一个交代。顾青瓷，门你不敢开，不是因为怕踩踏，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准备让他们活着进去。陆渊，你不要在这里继续煽动。煽动的是你，人是你们放出去骗来的，门是你们自己不开的，喊冲门的也是你们埋在人群里的。你胡说！继续编。真是他们的人，怪不得刚才一直喊我们往前冲。就算仁善会里混进了几个人，也不能说明这件事就是议会故意。行，那你现在把门打开。你不是说里面没准备好吗？那你下来，下来站到人群前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什么时候开，谁先进去，药和水怎么发。你敢吗？他不敢，他就会站高处放屁！有种下来啊！都听清楚了，今天这门不会开，但你们也不用死在这儿。西侧旧工棚、北仓临时水点、毒物诊点，今天全部接人。老人孩子先走，病人往左，壮劳力最后。南门今晚要开，白天东门才翻车，顾青提晚上就敢再来。南门外就是黑羽机制带，前2天我查水线时看过监测，那里附近寄生体活跃的不正常。他是真想拿人命去填。去，这回不是白天那种冲门局，是开门吊死局。我知道，今晚不是拆台，是救人。我调北仓车队和暖棚，我带诊点的人和急救包，我去拔他埋在人群里的节奏钉。我带2台拆下来的震荡灯和1捆绳索，真有东西扑上来，先照瞎再烧。我去卡南门附近应急水管，防止他们临时断水断退路。半个时辰后，南门集合。求求了，开一条缝也行，我家孩子真撑不住了。我不进去，把我孙子送进去就行。
再喊一个字，我让你现在就变哑巴。为什么会提前撞上？不是说还要等半刻钟吗？陆源他们提前到了，现在外头的人没往门里冲，全在往后撤，寄生体也被挡住了。先助血，先助血，能活的都要活下来。门锁系统卡住了，短时间内他们关不死，也开不大。节奏点全拔出来了，顾青瓷埋在这儿的人够凑一桌。这是你的？不是，不是他的就好。后面的暖棚和热水都备好了，老人孩子先安顿过去了。好，你多保重。先把人活下来，其他的等天亮。死局没咬死，反而把我架上去了。系长，你又失败了。陆渊提前插手，宁哲雪卡住了门锁，霍红说也在。归墟那几个人已经重新连起来了。我不想听理由，我只想知道地下那条线还能不能压。短期还压得住，那就压。从刀到弃子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省长，每一条线都咬上了，这张网终于开始绷紧了。来了来了，城西荒道那边来车了。什么车？荒野大车队，带着灯，全是重卡和装甲拖车。是宋婉行。还没散，这群人撑住了。小师弟，六师姐，活着呢，挺好。我路上就听说京城乱了，师傅呢？卸车。这不是做戏，这是真的要让我们活下去的东西。人齐了，人齐了。药线在，情报线在，军报线也在，水线接上了。路和车都归位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座城欠的账，我们一起收。今天不一样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不是心虚，是因为他不会按我熟悉的规则来。顾代表，外头来了很多外城人，还有陆氏旧部。谁带来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自己聚过来的。让巡防署守好门，别让人冲进来。那陆渊，他会来的。他不来，我反而不安心。这个位置留出来，是刀还是陷阱，现在还说不准。总听证会开始，这段时间粮线失衡，药线失控，军防事故，南门混乱，已经严重影响京城稳定。今天把各方叫来，只问一件事：
是谁在背后煽动、操控这一切？顾青瓷，你先说。这段时间外城接连出现异常，不是单点失误，而是有人有计划的切断粮价平衡，篡改药线流向，干扰军风生产，煽动外城情绪。这个人目的不是救谁，而是借外城人的愤怒逼吴宝和议会失控。我怀疑，这个人就是10年前被放逐出京城的陆渊。10年了。谁先开口，谁先输半分气势。陆渊，10年不见，你的规矩还是这么差。听证会还没叫到你，你就自己进来了。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该知道，议会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这地方10年前也不是你们说了算，是你们抢过去的。陆渊，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不是陆氏少主，你只是一个被放逐的人。那我提醒你一句，10年前陆家倒了，但陆家的名没有断，印也没灭，婚契在，旧印在，人也在，谁说他不是陆氏的人？明堂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知道。我再把你们这些年偷着掐掉的东西，一项一样放回来。陆渊，你今天来是想翻10年前的旧案，还是想给你最近做的那些事找借口？扰乱粮食，干扰药配，煽动外城冲门，劫走军方药源，破坏议会稳定，你敢说这些不是你做的？我做了。既然你承认，那今天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，我不是在扰乱，我是在把你们藏起来的脏东西一样一样翻出来。一页一页来，让他们躲无可躲。这些都是偷来的内部资料。你们吃人的时候倒不嫌自己手续齐全。魏家的军方烂成那样，还好意思提规矩？外城小孩差点被贾珍送走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跟我讲规矩？这些东西就算是真的，也只能证明吴宝和议会内部有失职，证明不了你陆渊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的。我没说我要证明自己对，我只是来告诉你们，10年前你们把我从京城扔出去的时候，以为丢掉的是一个碍事的陆家少主，可你们丢掉的是能替这座城把脏活都做了的人。这10年，你们把京城活成了什么样，外头的人都看见了。所以我今天来，不是回来求个说法，我是回来收债。黄泉，真是他，黄泉。黄泉也好，陆渊也好，你现在站在这里，就得按京城的规矩来。规矩？那就讲规矩。这是10年前吴宝联合议会第37次闭门会议的完整记录。不可能，那份记录当年就销毁了。你们销毁的是明面上那份，暗线那份，师傅留了底。分赃，从一开始就是分赃。10年前就是一场瓜分，陆家的库原来是这么没的。我们这10年在外城喝掺沙水，做苦力，被当狗屎，就是因为这帮人想分我们的库。
少主当年才16岁。我站在城门口，看着他一个人走进荒野，一个人都没替他说话。二叔，当年你签字的时候，想过有这一天吗？渊儿，你要理解当时的情况。我不理解，你也不需要我理解。二叔不是今天的重点，重点在那里。韩议长，你10年前要分陆家的库，我可以当时谈，但师父这次远征死在荒野里，不是因为兽群，是因为他发现了你们在地下搞的东西。归零计划。这是外层和内层的水质对比，这是母矿活化之后的温度曲线，这是被刻意压下来的异常监测报告。师父发现了这些，所以他死了。他的最后一次远征，不是去探路，是去拿证据，而你们灭了他的口。你有证据证明师父的死和我有关？暂时没有，但你心里清楚。陆渊，你说完了？差不多了。京城活到现在不是靠善良，是靠筛选。你师父要是安分守己，他不会死；你要是安分守己，你也不需要回来。归零计划他确实杀人，是为了在资源见底之前让该活的人活下去。谁是该活的人？你定。不是我定，是资源定。能源母矿的温度又跳了，比昨天的峰值高了1倍。如果这个速度不减，3天之内母矿就会进入活化临界。活临界。宁哲雪，你说的数据从哪儿来？裴氏净水堡的深层监测仪，3个月前我就开始截留数据了。你们自己的人也在监测，只不过报告被压了。这不可能！我手下每周都有报告。你手下的报告是改过的。议长，这份数据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底下有炸弹你不说，我们天天在这上面住着，你就这么压着？母矿活化是预计之中的。归零计划的第3阶段就是利用母矿活化释放的符能，完成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源筛选。外城的低效人口、黑市的灰色势力消耗大于产出的老弱病残，在母矿活化的冲击下会自然淘汰。核心区的人、五宝的产业、议会的骨架，则通过预设的封仓和转移方案保全。这不是屠杀，这是资源分配的终极优化。我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些人不值钱，死了最好。不值得回答。对，在他眼里，你们就是废料。那我这条废命今天就白赚了一场大戏。议长说的归零计划，我是参与者之一，但我参与的原因和议长不同。我一直认为，在资源极端紧缺的末世里，不可能所有人都活，有人必须被牺牲，才能让更多人延续下去。我做的所有事，分层配局、特护名单、假药替代，都不是为了害人，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到来之前，尽量保住最多的有效人口。你们可以恨我，但如果让你们来做这个选择，你们未必做得比我好。我来告诉你，你做的选择是什么？你选了给你姑妈留真药，给外城孩子发假药；你选了给议员家属留净水线，给外城老人喝黑雨回流水；你选了让拾荒者上城墙送死，自己坐在装甲车里喊别人牺牲。这不叫选择，这叫拿别人的命给自己垫底。每一条都有账本和证据，一条都赖不掉。你们都听见了，归零计划是什么？现在清楚了吧？韩进川想让母矿炸开，再拿外城几万条命当筛子。顾青瓷帮他编了一套好听的话，让你们死得心甘情愿。
陆廷岳10年前签了一张纸，把陆家的库和人都卖了，魏家卖枪，裴家断水，齐家封嘴。这就是你们头上顶了10年的京城秩序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秩序到头了。陆渊，你以为靠翻旧账和几份证据就能掀翻整座京城？不用我掀，你自己脚底下那颗雷就够了。母矿温度突破临界了，都坐下。你不是想优化吗？现在他来了，看看你那套归零计划能不能挡住他。这座城，真正的总站来了。什么雨？连长，连长别跑！这是什么雨？烫死了！孩子，快把孩子盖住！队长，城墙外面有东西在动。那不是水，是有东西在往外爬。全城警戒！全城警戒！情况比预估快了2天，母矿已经进入活化，黑雨会持续至少48小时。寄生体和兽潮已经开始往城墙压。从现在开始，各守一条线。大师姐，粮线，北仓所有库存打开，按区域分发，不分内城外仓，谁手里有粮就往出搬，别省。明白。二师姐，药线，所有针药全部拿出来，假的扔了。毒物针点扩成3个点，伤员分级处理。早准备好了。三师姐，情报线，城内所有消息由你统控，谁放假消息，谁煽动逃跑，第一时间标出来。我的人已经撒出去了。魏家的好东西，今天全给他用上。阀门我已经锁了3道，车加满了，人齐了，随时能跑。师傅不在了，今天这座城我们自己扛。打不死，这东西打不死！队长，西段也压上来了。让开！这谁啊？归墟阁的，来帮忙。来。
6条线全在动。韩银川，你的归零计划今天就到头了。陆渊在扛城墙，我来扛另一边。10年了。少夫人，下面可能不安全。带路。这还在？他们搬的是上层库，真正的底仓，当年只有少主和堡主本人知道位置。10年了，这个平度今天重新开口。这里是陆氏堡旧印持有人苏明堂，所有陆氏旧部，不管你们现在在哪儿，外城、攻放、配给站、巡逻队，都听好。陆渊回来了，旧印还在。今天京城有难，不是让你们去送死，是让你们知道，陆家的人从来没散。收到禀，收到，收到。等了10年了，收到，收到，收到，少夫人，少主他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正在城墙上替你们扛着。陆氏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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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库里的东西搬出去，药送叶真，武器送霍红霄，粮送沈青瓷，能源储备送宁哲雪，快！是。去新疆救济广播姓收主到的是一。少主回来了，等了10年。你家那位比你会打仗。他不是来打仗的。那是来干什么？来当家的。议长，陆氏旧党开始动了。如果他们把地下总库的东西都搬出来，我知道。准备密列。议长，把核心人员、种子储备和母矿数据全装上去。京城如果保不住，我就带该活的人走。那外城？外城本来就不在计划里。弹药和能源来了，少夫人从总库里搬出来的。陆家的旗，陆氏旧部回来了。还能打？当家的，我的。还有多久能开？半小时，轨道预热需要时间。快！议长，城墙那边快撑不住了，要是我们现在走，城墙撑不住，正好，母巢一旦彻底苏醒，京城就是死城。我们现在走，还能带着种子和数据重建，留下来的人，就当做最后的缓冲。韩议长，我的位置。3号车厢。渊儿，他这一刻在城墙上吧？
你还来？我该来。我以为你这种人，就算城塌了，也要站在废墟上当善人。善人也得活着。地下轨道站，韩家、魏家、裴家、陆廷岳、顾青瓷全在，半小时后发车。刘师姐，在。密列轨道出口在荒野第3侧，东偏北40度，你知道那个位置？知道，我的车队昨天刚从那边过。截住他。截住就行，不拆。截住就行，让他们出了洞，发现前面堵死了。行，这会儿我喜欢。汉死！别说列车，一只老鼠都别想钻出来。议长，预计40分钟后到达出口。离开京城，就意味着丢掉那个烂摊子，也丢掉陆渊。出口段轨道有阻力，速度再降。怎么了？出口被堵了！出口被堵了！走不了了！怎么可能走不了？谁堵的？谁堵的出口？陆渊果然在等这步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跑不掉了。我以为我能全身而退，这一局算他赢了。小师弟，鱼堵住了。好，让他们在里面待着。待多久？等我把城墙的事收完。行，我看着他们，跑不了。师傅，这帮人今天跑不了。活过来了，但这只是第一口气。陆渊，你下一步会怎么走？别动，再动下一锤敲你们脑袋上。10年前的账，今天怎么算？二叔，月儿，我10年前你签了放逐令，理由是保全陆家，可你在我走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和吴宝一起分了陆家的库。我也是被逼的，你不知道当时的压力。你被逼的？那你为什么坐上了议会场理事的位置？你被逼的人，怎么这10年吃的比谁都胖？我们这10年在外城喝脏水干苦力，他在议会当大爷，少主才16岁他就签了，他不是人。我认。陆廷岳，10年前放逐案，瓜分陆氏堡资源，欺压旧部，出卖家族，认不认？压下去。认。我不会跪。没让你跪。10年前你在审判台上说一个人的离开换一座城的安宁，那我问你，这座城安宁了吗？10年了，药是假的，水是脏的，粮是捂着的，命是可以被计算的。你用大局这2个字吃了多少人？你以为换了你来做，就能让所有人都活？我不知道能不能让所有人都活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让人去死的人，至少不应该自己吃得最饱。这套话术，在真正挨过饿、流过血的人面前，一个字都不值。我看不见你，可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记着。你说的为了大家，那我孙子算不算大家？你当时让我去堵寿口，你自己躲在车里。我没有话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审判，不是我，是他们。韩彦川，你赢了，这不是输赢，在你看来不是，在我看来一直都是。我不后悔，如果再来一次，
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不需要认罪，因为你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有罪。审判到此为止，这3个人的命不由我一个人定，陆氏旧部、外城、巡防、北仓，你们自己商量。10年了，这一刻终于来了。所有人注意，母矿已经完全活化，0号母巢开始苏醒。母矿核心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的3倍，按这个速度，最多12小时，0号母巢就会彻底破壳。破壳之后会怎样？全域寄生爆发，不是城墙外那种小打小闹，是从地底直接往上涌。能源母矿在京城正中心下方，母巢一旦彻底苏醒，寄生体会从地下水道、排污渠、旧矿道同时冒出来。到时候不是守城墙的问题，是整座城会从里面烂掉。有没有办法压住？有，但只有一个。这是归墟阁的旧式封矿技术，师傅当年在荒野里用过一次，把第7层那片最烂的矿区封了半年。原理是用符能反向灌注，把母矿的活化过程强行压回去。需要什么？一套封矿装置，陆氏地下总库里有配件，一个足够强的符能输出源，不是机器，是人。多强？灾级，而且不是短时间输出，是要在母矿核心区待着，持续压制。直到封矿阵把活化过程彻底逆转。持续多久？最少2个小时。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。2个小时，在那种地方。他知道我会去。我知道他要去。准备封矿装置。我去，劝没用。如果不去，整座城都会烂。灾级赋能体质，这里对别人是炼狱，对我也是炼狱，但还撑得住。别死在里面。2个小时到了就出来，多1秒都不行。小师弟还欠我1顿酒。转动启动键，顺时针3圈，会很疼。我知道。到了核心区，先找到母矿主脉。把组件插进去，按下启动键，然后用你的符能灌满整个阵列。2个小时内，阵列会把母矿的活化压回去，但这2个小时里，你就是阵列的一部分。符能会从你身体里往外抽，会很疼。比冻死在荒野里疼吗？师傅的，他走之前留给我的，说带着他的人能活着回来。师傅，我会带回来的。等我。别让我送你的方式是目送你消失。这就是0号母巢，它还没完全破壳，但已经在呼吸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所有的一起出去。2个小时，撑住，比任何一次荒野搏杀都疼，像被人把骨头从里面一根根抽出来，可不能松手，不能松手。不敢哭，怕哭了就等于认了最坏的结果。1小时了，还有1小时。活着就行，活着就有得算。看清楚，这就是你以后要翻的桌子。
你要是还活着，就快回来。等我最后一口。师傅，压住了。回来了。你说过不会太晚的。差了3分钟。你还有脸笑？净化液，快用上！你小子真他妈命大！欠我那顿酒，现在可以还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母矿封住了，至少能压1年以上。车在外头，走不走？京城还是烂的，建筑还是他的，但人活着。6条命脉，6个人管，不再有五宝，不再有必要的牺牲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把这座城养活。然后呢？一直没时间打开，现在终于可以了。还有，你现在怎么想？先把这座城守好，下一站的事到了再说。